再说宋语，谶语是预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宋语可以看成是发生了谶语预言的情况以后，推背图作者向人们提供的建议：茫茫天数此中求，世道兴衰不自由，万万千千说不尽，不如推背去归休。茫茫天数此中求，对应谶语的第一句一阴一阳，想不到吧？在 AI 奴役人类的未来，人类反而要借助几千年前先民创造的易学易道来求得应对之策。那这句可以在一阴一阳中求到天道，是不是说让你去学算卦、学术数呢？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那请你再想想，在 AI 的时代，目前流传的各种术数方法，你和 AI 比，谁学得快、学得精？AI 甚至可以针对当前各种术数方法中存在的漏洞，打上补丁，升级完善成一种几近完美的方法。这就是 AI 时代的赛博巫师。所以我再一次呼吁各位，请不要学术数。也许有的术数大师就又说了，幼稚，你以为所有的术数秘诀都会写在书本上形成文字吗？岂不知有很多只是口耳相传，绝密得很呢。说到绝密，刚好接下来的这句世道兴衰不自由，让你的绝密不再绝。我在开头说翠卦的人才选择是优先有才，是不是不在意有德呢？这句世道兴衰不自由给出了回答。1000年前，人们口中的自由，主要是指由自己做主，不受限制和约束。宋朝大宋宣和遗事中说：“世间听谏议表彰，属朕失德。此章一出，中外咸之，一举一动，天子不得自由矣。”明朝的初刻拍案惊奇说：“因是父母在，不敢自由。”但今天我们说的自由，则主要是指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，不受别人干涉的权利。今天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某些不自由，比如我发短视频会经过平台审核，如果出现了八卦占卜的画面，就判为违规而限制流量，造成不自由的世道，是多方面的结果。显然主因是啥不必明说，咱们只说 AI 技术在这其中起到的帮凶作用吧。在 AI 时代，老天爷不怕你无德，因为那几乎不可能。现在人们还只是使用手机，使用手机时也只不过开启了蓝牙、麦克风、照相机的权限。即便只是这样，你随口一句嘿，Siri，你的苹果手机马上可能就会做出回应了。显而易见，从技术能力上，当前完全有把握把你这个人是有德还是无道掌握的明明白白、一清二楚。目前的可怕在于，你无聊时喊嘿，Siri，手机实时响应。可是当你真正陷入危险、大呼小叫时，他或他的后台会主动施以援手吗？当 AI 时代真正的脑机接口、芯片植入成为日常，并成为法律，当一个人从出生时就被植入芯片开始，自由这个词仿佛是对未来的无情嘲笑了。我之前还发过视频讲周朝人的天命论，允许人类有自由意志，准许你选择做一个大坏蛋。但在 AI 时代，人的命运也许才叫真正的天定。人类想有一点自由意志，恐怕也会沦为少数人的特权吧。想不到也想不通吧。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，未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，有没有可能竟是人们失去自由的代价呢？万万千千说不尽，在 AI 时代是真正的信息爆炸，人们困在信息茧房里，而信息又千千万万层出不穷，这其中人造的、AI 造的，现在已经说不尽了。说既是指人的动作行为，也是指一种现象、学说、说法。如果现在的一些谣言还可以被智者所指的话，未来借助 AI 的帮凶，谣言和歪理邪说有可能连智者都去崇拜。所以，请问今天的学生，我们的孩子，什么样的能力最重要呢？和学奥数、学编程相比，毫无疑问，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最重要。
当真假不可分辨时，如果连是非也不可分辨了，我悲观地认为，人们连自己最后残存的一点倔强也没有了。人们彻底放弃了选择的权利，而心甘情愿地沦为 AI 的奴仆。以前的所有教孩子懂礼貌、讲纪律的三纲五常、弟子规和孝经，都可以少给孩子们灌输。他们已经身心不自由了，何苦再给他们上枷锁呢？当然，AI 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，至少有一点它无法做到，那就是改变历史。纵然有千千万万说不尽的新东西，但老东西的数量是有限的，而且无法被重塑和改造。特别是还埋藏在地下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就是人们在未来社会不迷失方向的基本坐标。所以，一些热门专业不热，甚至被砍了。但一些常年坐冷板凳的专业，比如考古、文字训诂、古汉语文学等，就是 AI 时代里弥足珍贵的技能了。你觉得呢？现在我们在网络上会经常看到一些公知们骂某些网民反智，但在未来 AI 社会，当智慧的 AI 主宰人类时，反智也许是人类自救的唯一途径了。我认为反智也正是推背图的作者建议的。这句诗就是不如推背去归休。归有归还、退还的意思，归休既可以解为退休，也可以分开解为归和休。归到哪里去呢？当然是回家。休有休息、休闲、舒适的意思。回家之后，并不是要终日钱钱吸气若厉，而是要舒舒服服地休息，适度地享乐。这是否说明未来人们的两大心理需求？家代表了归属感、个人安全感，而休代表了享乐感、快乐感，是个人欲望的满足感。这样看来 ，AI 带来的也不全是悲伤，毕竟它还能带给人们最大程度上的欲望满足。什么帅哥美女，什么歌舞特效，对 AI 来说都不算事儿。总之，既然这两大需求是主流，那么围绕着它们而产生的各行各业，显然是社会的支柱了。世间的很多事，困难不在于知道结果，而在于得到了答案，却找不到通向答案的路。比如从这句诗中，我们已经知道归家和休息可能就是终极答案。那么怎么找到回家的路？如何舒舒服服、心无挂碍地休息娱乐呢？作者给出的方法是推背，这两个字就是所有的玄机所在，也是最难解的地方。从卦象上，无论是老母少女还是老妇少男，回家还不会吗？可以手拉手、肩并肩一起走，可以一前一后跟着走，也可以少男挽着老妇的胳膊扶持着走。然而，后面的人双手推着前面人的后背这样走，实在太怪异了。走得快了踩脚后跟，走得慢了手搭不住背，这根本不像是在往回家的路上走，倒很像是小孩子们玩的游戏之老鹰抓小鸡，关键时刻还得老的人来保护啊。按推背的这种方式走，可以确定的一点是，两个人的方向是绝对一致，而且以老人为主。老人也许就是谶语里的忠，少男也许就是始。忠在他的生命最后给始带向了正确的道路，而始的破局在于用推背的方式得到了忠的传授。那么推背究竟可能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呢？我的理解是，学习古老的经典时，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从过去为往圣继绝学的弘道，转变为推究经典背后的或反面的意义。背如果解为背后，那就是隐含的意义，这并不新鲜，几千年来的儒家学者们已经这样做了，到现在谁也不敢说都从正面理解透彻了，那么只能把背训为反面反向。这其实要求更高更难，潜在的要求是你只有先会正面之后，才可能知道其反面。正面是一种参照物。所幸的是，在 AI 的智慧加持下，人们看到古老经典的正面全貌已经很有可能。比如周易乾卦象传说：“天行健，君子宜自强不息。”正面解就是君子要奋发图强，努力工作。但在 AI 时代，君子们可能普遍996了。从反面解，就可能是君子也可以适当摆烂躺平。有人说你不喜欢不用它不就行了？
何必从反面、背面多此一举呢？这是因为这些经典、这些老东西是文明的化石，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坐标，是 AI 无法伪造的原始反制。没有了这个原点，人类必将迷失在无限的二进制信息里。还有一个正在发生的现象，那就是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正在无师自通地反经典、反上世纪、反你我曾经热衷过的一切了。从画像上看，年轻人伸出双手放在前面老人的背上，和美剧里警察搜身时让人举起双手扶着墙站立，多像啊！老人生活在旧时代，也许尚有自由可言，但年轻人的时代就要坦白双手的控制权了。这似乎对应了不自由的颂语，但也不必过分悲观。一阴一阳之道，在周易里有千万种可能。庆幸的是，周易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不曾断绝过的古老经典。见异象，学义理。谢谢你和我一路同行。